中共高层内斗气氛诡异，近期有关习近平与妻子彭丽媛的各种负面传言不断。其中，隐身2个月的彭丽媛近日突然在党媒露面，连提2次习主席，被怀疑意在辟谣。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朝代灭亡之前都会有各类传言，但涉及到政权顶层的家庭丑闻被连续爆出，可能是红潮独有。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中共权贵在这方面的丑闻。您好，这里是大时局时海一心，我是邵峰。根据中共党媒报道，北京时间7月17号下午，彭丽媛在全国对外友协出席所谓中美青少年联谊活动并致辞，大唱所谓中美友好的赞歌。彭丽媛在今年5月中旬会见过巴西总统夫人后，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习近平几次出访都没有带她同行。6月8号，白俄罗斯官媒曾披露，白俄总统卢卡申科与习近平及其妻女共进晚餐，但该文在引发议论后被删除。中共党媒报道显示，彭丽媛在中美青少年联谊活动致辞中2次提及习近平主席，而翻查过往彭丽媛参加活动或接待外宾的致辞，并没有看到有提及习近平，一般只提中方或中国。彭丽媛连提2次习近平，可能有就夫妻关系生变传闻的辟谣之意，但是她需要这样做，让人联想发生了什么事。近期海外网络传出多起有关习彭关系生变的负面传闻，指彭已与习闹翻离婚，回到山东老家，还包括指他涉及前中共总理李克强之死，与习近平协议式露面，甚至还有出轨等。彭丽媛出轨这类爆料虽然荒诞，但广泛流传更具意味。在去年中共3中全会之后，再到今年准备开的中共4中全会之前，这类丑闻传出，或折射出习威望迅速下滑，也有可能是习的政敌所为。难怪一位资深评论人士说，公开传播彭丽媛不堪绯闻，就是明着羞辱习近平夫妇。10年前被习近平判刑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案，涉及与多名女性有染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据海外媒体报道，周永康长期接受薄熙来和王立军提供的美女，可查证的有28名，其中有歌手、演员及中央民族大学在校生。据称，光在北京就有6处行宫。据外媒报道，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曾供认，周永康是个坏蛋，在他身上占便宜。央视前副台长、中共公安部前副部长李东生落马后，李被曝不但自己玩弄央视的女记者、女主播，还为周永康介绍年轻女性，涉及众多央视美女主播。周永康娶央视前主播贾小叶，也是李东生性贿赂的一部分。另有香港媒体称，周永康在石油系统任职时，由于其玩弄女性成癖，有百姬王之称。周任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曾多次玩弄妇女，包括宾馆服务员。已入狱的周永康现在不值一说了，而当今的常委也未必干净。中南海之中，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角色吃重，号称大内总管，因为位置显要，往往滋生腐败、淫乱和野心。中共前中办主任、统战部部长令计划于2014年落马。路媒报道，令计划与江派周永康、薄熙来形成了政治同盟，但该同盟在2012年3月令计划儿子亡于法拉利车祸后不久败露，令计划的命运也因此逆转。港媒披露，从1999年10月升任中办调研室主任后，令计划长期外出便服巡视，并以考察为名到高级会所、非对外开放宾馆玩弄女性。从抄获的日记中追查到，与其往来的女性有27名之众，
而且与7名建立了定期同居关系，又为令诞下5名随母姓的私生子。令计划搞婚外情有规律，每周2次，时间选择在凌晨，以到中央驻地巡视工作为名，清晨7点前返回中南海，主持中办每日例会。2007年，令计划升任中办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受到职务和时间上的局限，因此索性把情人带入中南海内的招待所，在登记簿上填写中央领导家属。令计划与妻子古丽萍都在中共央视拥有各自的情人。令计划的央视情人是冯卓，央视内部有不少人知情。令计划任中办主任期间，还通过收买中南海电话局女话务员做情人，监控和收集现任和离任高层的情况。令计划之后的中办主任中，丁薛祥据说也有情妇。早年与习家军高官有交往的旅澳反共网红尹科爆料指，现任常务副总理丁薛祥情妇是现任四川省长施小玲，两人在上海任职时勾搭上。现任中办主任、身居政治局常委高职的蔡奇也曾被揭早年在浙江台州主政期间的丑闻。2023年11月27日，名为罗翔的网友在 X 上发文，网友采访一女孩，此前她在台州市政府招待所工作。她说，招待所每来一个新服务员，先要经过市委书记的验收，看上了就陪床就寝，第二天让招待所经理用公款支付给这个女孩5000元。女孩说，她一直认为这个市委书记会被枪毙，没想到此人居然步步高升，官至常委，知道谁吗？罗翔还贴出蔡奇的履历，暗示该官员是时任台州市委书记蔡奇，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说，民间盛传蔡奇好色，看来不假。没有作恶多端的历史，中共也不会重用。习家与蔡奇这类情色丑闻毕竟无法证实，但前常委张高丽的丑闻就基本上是实锤的。时年35岁的中国网球名将彭帅，2021年11月实名举报遭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性侵，后者长他40岁。此事在官方维稳后已不了了之，但是丑闻在外界媒体记录在案。彭帅在2021年11月2日的微博文字写道，大概3年前，张高丽副总理你退休了，找天津网球中心的刘大夫再联系到我，约我打球，在北京的康明大厦。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推特透露，康明大厦附近北京2环内平安大道路南的一条南北走向路上，那是国务院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彭帅写道，3年前那天上午打完球，你和妻子康杰一起带我去了你们家，张高丽在家中强迫他发生了关系。他还提到情形和10多年前一样，当时张高丽是天津的市委书记。难以置信的是，张高丽做这件事时让妻子康杰一个人在外边守着。彭帅继续写道，7年前也发生过性关系，他告诉他自己的政治职务让他没办法与妻子离婚。之后张高升中共政治局常委去了北京，就再没联系过彭帅。彭帅微博中说，3年前这一次强迫发生关系之后，他和张高丽恢复了情人关系，但张高丽坚持要彭帅必须保密，警告他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母亲。这或许符合表面上一言一行都一丝不苟的张高丽。彭帅觉得自己是一个行尸走肉，最终张高丽像7年前一样，晚晚想不要就不要了，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彭帅事件曾喧嚣一时，引发国际关注，但到2022年2月7日，彭帅接受法国媒体团队报访问时，称他从未指控任何人对他进行性侵，并宣布退役。2022年10月，
中共20大召开之时，张高丽以特邀代表身份当选中共20大主席团常委会委员，说明其并未因该事件遭到惩处。2022年12月，张高丽再次在前党魁江泽民遗体火化仪式和追悼大会上露面。显然，正是习近平保护了张高丽，因为这不只是党国脸面问题，还是为了保护中共高层权贵的集体利益。家庭淫乱丑闻，谁家都有。中共所谓改革开放后的又一波淫乱，是2022年病亡的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带起的。江执政时，外界广传其至少有4大情妇，包括宋祖英、陈志立、黄立满及李瑞英等。其中，军中歌手宋祖英与江泽民的丑闻在民间高层流传最多、最广。宋祖英自1991年在中共央视春晚唱了《小背篓》，化妆后的宋祖英特别抢眼，被爷爷辈的江泽民相中。江宋丑事就从那时起在北京文艺圈中传开。在江得势期间，年年春晚自然少不了宋祖英。陈志立曾是中共人大副委员长，在江的情妇里其级别最高，对江最忠心。陈志立与江泽民的关系是从上海开始，两人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当年上海市委里无人不知。江成为中共总书记之后，1998年，江泽民任命从未从事过教育工作的陈志立为教育部长，祸乱中国文化教育事业。黄立满曾是江泽民的秘书，和江的关系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非同一般。上个世纪80年代初，江泽民被任命为北京电子工业部部长，黄立满在该部办公厅。每到午休时间，黄就悄悄地闪进了江部长的办公室，同事们只要听隔壁部长室的门锁咔嗒一响，大家就都神秘地交换眼神，不言语了。李瑞英自1986年起在中共央视当主播，有几年是江泽民出访时必带的央视女主播。李瑞英后来不仅升任了央视播音部副主任、主任，而且据传成为央视月工资最高的主持人。有一次在江泽民出访时，李瑞英采访江泽民的画面在央视晚间的新闻联播中播出，观众议论纷纷，说李不像是在采访，倒像是在撒娇。江泽民于2022年11月30日在上海病亡时，官方讣告称江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讽刺的是，江家被指是天下第一贪。早有爆料指，江泽民家族是世界首富，其家族控制的岛国资产高达5000亿美金，资产由其孙子江志成代表江家持有。习近平给江这一封号，显然也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应该财色兼收。现任中共高层越来越对家事保密，应是出于他们一种互相保护的约定，但由于他们也有内斗的关系，总有一些秘闻传出。比如中共前政治局常委、现任国家副主席韩正，其情人和私生子女被指现在纽西兰。该名高姓女子是原上海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1978年生，但早有爆料指韩正当年在上海官场还有一名情人，被老上司陈良宇生生夺走。陈良宇后来入狱，也有韩正出的一份力。在网球名将彭帅实名举报张高丽性侵事件中，中共极力维稳的整个过程，包括以官媒记者在海外推特发布照片、视频的方式，让彭帅露面等等，背后被指有王沪宁的影子。中共党内有2个潜规则，可以确保官官相护。一个就是只要是为了保政权稳定，多大的家丑都要拼命按住，坚决不承认。另一个就是因为无官不贪，无官不淫，查办腐败的人也腐败，
主管党的干部生活作风管理的人自己也乱搞，所以绝对会护短。习近平2019年让当时掌管党建的王沪宁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小组组长，主要是想通过洗脑管好党官的生活纪律，但王沪宁自己也几易其妻，后来娶了个小自己30岁的嫩妻，原来是给自己提供服务的中央警卫局女服务员。有人怀疑她是遭王玷污了，才不得不嫁给这个党棍。张高丽当年是江泽民一手提拔的马仔，而王沪宁最初也是由江泽民、曾庆红启用，两人臭味相投，关键时刻互相扶一把不在话下。说实在的，共产党的教义本身就暗藏腐败淫乱密码，中共官员贪腐淫乱，除了党给了体制条件之外，其根源正是来自于党性。正因如此，其党的祖师爷马克思婚外生子，列宁得梅毒，毛泽东妻妾成群。中共自建党之后，高层利用权力以惩淫乱，娶有多任妻子也确有传统。曾有网络盘点中共10大元帅的娶妻次数，平均下来每人娶妻4次，他们与历任妻子的年龄差距10几20几岁很平常，最大的竟传有相差60岁。所以中南海当今的情色秘闻其实也是意料之中，未必都是空穴来风。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